义雄福宝和二人徐奶爸的日常有多好笑？父女俩主打一个反差到底。福宝展出之前，徐奶爸还十分不放心，拉着闺女唠唠叨叨做了好久的准备工作。马上要出去耍了，要给大家见面了。现在发新鲜。结果还没到开闸放猪的时间，福宝就在门口兴奋的不停翻跟头，内心 OS 大小姐驾到统统闪开。等到出外场后，他更是彻底放飞自我，一出口就踏上青青草地，暗暗萌生未来变成黄土高坡的计划。这小妞也是一点不带客气的，巡场一圈和自己的粉丝打完招呼后，就立马往床上一躺，开心干饭。吃饱了就爬上假山扮演功夫熊猫。福宝削完时就继续炫嘴，累了就往地上一趴，呼呼大睡，简直是雷打不动，奶爸叫都叫不醒，压根不可能出现他之前担忧的应激情况。反倒是徐奶爸本人被镜头吓到闭眼，4分钟的采访他全程都不敢直视镜头，主打一个只要我不睁眼大家就看不见我。这声音也小到记者都忍不住吐槽。徐翔老师上来时候腿有点抖。今天可能也是徐老师声音最低的一次。总感觉奶爸就差把话筒递给福猪猪了。据说徐翔奶爸是因为社恐害怕见人，才选择熊猫饲养员这个工作的，哪曾想接手到福宝这位超级无敌顶流熊，3天2头的采访都快把他整崩溃了。只能说接受采访的奶爸破碎感就有多强，福宝在粉丝簇拥下玩的有多开心。正因如此，粉丝才放心由徐奶爸来照顾福宝，毕竟宝贝开朗活泼的性子可是有目共睹的，小家伙可以肆无忌惮向奶爸撒娇，仅仅是福宝的一个小眼神，徐奶爸就立马来到栏杆旁亲自给公主按摩。徐福记的这份信任可是双向奔赴的。外场营业的福宝明明有一大堆竹笋小苹果，徐奶爸还是会担心闺女饿肚子，喊对方回内设加餐时也要用充满浓浓爱意的夹子音。徐奶爸还会亲切地称呼猪猪为小福，为宝贝上山砍新鲜嫩竹，每次投喂也要亲手送到嘴边。端午节还特意准备粽子送给对方，凭实际行动给福猪猪满满的仪式感。他眼中的福宝永远是最完美的小熊，总是在镜头前对孩子大夸特夸，这彩虹屁都把闺女听得不好意思了。这个猫其实还真的蛮聪明的，看来外面再好也不如家里自在。过上幸福生活的福宝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黑粉们别再造谣于可于爱关系不好了，真心在乎彼此的兄妹俩一刻也不能分离。这天于可于爱分开了一小会，不能和妹妹见面的可可简直急坏了，笋笋不吃木架不完，一上午都趴在门口陪伴对方，不是疯狂打滚就是站起来扒墙，总感觉于可下一秒就要掉小珍珠了。仅仅是于爱体检短暂分开一小会，两个小家伙就如此想念彼此，足以可见兄妹俩的感情有多好，绝不是黑粉造谣那般于可殴打妹妹。自从于可于爱上次分开营业后，他们一天比一天还要依赖对方，尤其是于可这位妹宝熊，之前还很喜欢和小爱打打闹闹没个轻重，这小子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，直接化身对妹妹温柔至极的大暖男。当外公掉猫的时候，小爱只需要坐地上开心干饭即可，于可则拼尽全力站起来够笋，还把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竹笋送给妹妹，这份宠溺让于爱都不好意思了。宝贝本想上前帮忙，结果被哥哥的一记摸头杀拒绝。哥来就行，你去干饭吧。于可还总喜欢盯着妹妹看，或许这小子被于爱的盛世美颜迷倒，不是凑上去贴贴就是亲亲，哪家的小熊即将2岁还能这么亲密？这天爱姐靠在木架上做起白日梦，于可还非要过去凑热闹，直接将自己的大脑瓜倚靠在妹妹头上，还不忘温柔地摸一下对方的下巴。这小子对妹妹简直是无底线宠溺，即便于爱冲过来吓唬自己，宝贝都被妹妹吓出狗叫了也不生气，非但不追究，还能淡定地拿起笋接着干饭，反而胆子小的小爱被自己吓到树上。然而一向霸气的虫洞二馆长，在哥哥面前却是会撒娇的小朋友。兄妹俩坐在小水池玩耍嬉戏时，于爱直接一头栽进老哥怀里，真的难得看见爱姐这么娇羞的一幕。虽然小爱在哥哥面前是软萌小熊，可对方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小家伙却能使出洪荒之力想助力，用小小的肩膀撑起即将摔倒的于可。当兄妹俩排排做干饭时，于爱明明有一大堆竹笋也看不上，非要对着于可卖萌换竹笋。先是用手挽着满脸深情看向哥哥，然后又用头去钻，到最后整个躺在壳子身上腻歪。只可惜早已习惯的大颗子对小爱的顶级撒娇压根不为所动，但是还得摸摸小脑瓜安慰一下。于可于爱的天下第一好毋庸置疑，真希望兄妹俩陪伴对方的时间能长一些。看到萌二举起小牌子暖心提醒游客，才发现他乖巧善良的有多令人心疼。端午节那天北洞人满为患，不少游客打开手机闪光灯给萌二拍照，即便保安再三提醒还是无济于事。一向懂事的二小子非但不会生气，还板板正正的举起来提示牌面向游客，配上委屈巴巴的小眼神，看得人心软软。对于萌二而言，不管游客做什么，他都能包容原谅对方。当这小子听见黑粉吐槽自己颜值的时候，不会吵吵闹闹的生胖气，而是默默低头，好像在思考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。萌二长得不好看，走吧。有次萌二的前掌不小心被竹子划伤，看到宝贝一瘸一拐走路，可把奶爸奶妈给急坏了。他们轮流上阵，用各种方法喊孩子回去检查，但这小子始终是不为所动。宝贝思考良久后，本想回家休息，却因为回头看了一眼喜欢自己的游客，二小子就立马改变想法，
拿来竹笋也要在粉丝身边乖乖干饭。一向懂事的萌儿对游客温柔至极，他在饲养员面前则是妥妥的乖宝宝一枚。这天奶爸拿着红枣投喂好大儿，萌儿看着眼前的美食都要流口水了，可这小子还是小心翼翼的，生怕自己锋利的牙齿割伤饲养员的手，非要用舌头不慌不忙把红枣圈进去。当徐老爷被采访耽误时间，没来得及给萌儿开门下班的时候，宝贝依旧坐在门口乖乖等待，从来不会砸门吸引饲养员的注意，即便遇到危险他也不愿麻烦饲养员。这小子手指割破后只是默默舔舐着伤口。奶爸被游客提醒才得知孩子受伤了，涂抹的药水刺激到萌儿的伤口后，宝贝为配合奶爸完成上药工作，他的手一刻也没有松开过，只是默默低头揉着小耳朵缓解疼痛。萌儿永远在用自己的温柔治愈世间一切，对身边的小动物也是如此。他得到小苹果后还特意留下一块，宁愿去啃散落一地的笋皮也不吃果果，只是因为这小子义气想要留给乌鸦朋友。都知道竹笋头坚硬到难以下咽，可节俭的萌儿舍不得浪费，还将鲜嫩的笋尾大方分享给乌鸦。二小子还考虑到对方拿不起竹笋，于是直接举起食物喂到小伙伴嘴边，并且萌儿还特别注意个熊卫生，每次拉青团都要在指定位置。睡醒的第一件事就是擦脸，就连晾晒毛巾也不用奶爸操心，主打的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难怪萌儿被姨姨们称为宝藏小熊，毕竟无论哪方面宝贝都这么完美。看到宋爷爷直播时谈及福宝崩溃落泪，才明白他远比想象中更爱这个孙女。10月5日，江宋两位爷爷开启直播，刚开始他们还很开心地跟观众打招呼，并详细介绍了宝家族成员的特点。当江爷爷介绍到福宝的时候，一旁的宋宝情绪明显变得有些伤感，但在观众面前他只能不停用小动作掩饰。而当粉丝提到关于福宝回国的问题后，宋爷爷悲伤情绪彻底达到顶峰，他的眼中闪烁着泪花，声音也逐渐哽咽。为了不失态侧过头，强行将泪水憋回眼眶。恐怕宋爷爷第一次觉得强颜欢笑如此困难，他很难想象孙女该如何独自适应陌生的环境。对于爷爷来说，福宝就是他的全世界。小公主刚出生时，宋爷爷就稀罕得不得了，还会半夜值班时偷偷抱出来亲近。恐怕从那时开始，宋爷爷就离不开福宝了。从小家伙出生到现在，宋爷爷给孙女做了上百件玩具，努力让福宝每一天都在惊喜中度过，甚至把福猪猪的一些玩具完整的保留到现在。宋爷爷说福宝作为小公主一定要美美的，于是一大早就开始给孙女编花环，动作娴熟的仿佛已经做过成百上千次。看到福宝乖乖戴上花环，宋爷爷高兴的一个劲夸孙女漂亮，同时掏出手机记录下福宝娇俏可爱的样子。在宋爷爷心里，福猪猪值得拥有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。看到隔壁小熊猫的院子散落一地枫叶，宋爷爷第一反应就是福宝会不会喜欢，于是他精挑细选了一片最好看的枫叶，小心翼翼放在给福宝准备的窝窝头上。福猪猪看到后爱不释手。第二天，宋爷爷带来3大袋洗晒干净的枫叶，贴心的铺满整个小木床。福宝激动的在枫叶床上打滚，此时的她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公主，并且宋爷爷对福宝满心信任。当福猪猪突然一口咬住爷爷的胳膊，周围的游客都吓得一阵阵惊呼，而宋爷爷却很淡定地把福宝搂在怀里，甚至还宠溺地伸手拍拍孙女的肚皮，责怪她不应该吓唬姨们。这时人们才注意到宋爷爷的胳膊不仅没有受伤，甚至连牙印都没留下，可见爷爷和福宝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厚。但陪伴3年的爷孙俩终究逃不过这场疑敌，很难想象福宝回国那天宋爷爷该有多难过。希望福猪猪带着爷爷的爱勇敢迈向未来，和国内奶爸奶妈创造更多美好回忆。花花小叶子的金主爸爸能有多双标？众所周知，花叶姐弟出生2个月，就因其软萌可爱的外表，被广州斯宝不锈钢公司终身认养，并分别取名为斯宝和盼奥。虽说这2个名字都包含对熊孩子的爱意，但结合金主爸爸种种贴心举动来看，小叶子终究还是错付了。当调皮捣蛋的叶子破获了好几棵小树后，就有粉丝跑到金主爸爸那里告状，谁料对方竟直接甩出一句荷叶放心，非出事自己背，还贴心的配上了谭爷爷皱眉的表情包。这下网友们可不干了，开始吐槽金主爸爸双标，摆明了是在穷养儿子富养女儿。可金主爸爸反而振振有词回复网友，首先这个事发生在花花身上的几率非常小，谁料打脸来得如此之快。第二天，女明星花花就掰断了一根小树枝，这下粉丝赶紧拿着铁证去告状。谁曾想金主爸爸竟理直气壮来了句，他这是在亲吻小树，树枝是心甘情愿被他折服的。不得不说，金主爸爸是懂双标的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穷养儿子富养女？错付真心的小叶子终于明白，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，一改往日搞笑男形象，逐渐向帅气小鲜肉发展，争取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把花花拍在沙滩上。这天，小叶子坐在木架上，向姨姨们散发个熊魅力。只见他笑着边抖脚边弹舌抛媚眼，听着周围的尖叫声，还不来个飞吻收尾，一整个就是痞帅痞帅的熊猫界黄宗泽。当女明星花花放假休息时，叶子更是独享所有战歌战姐的镜头，就算镜头都快伸到自己脸上了，也丝毫不怕，甚至还知道打哈欠时用手捂着嘴。不得不说，和叶是有点偶像包袱在身上的。如此可爱又帅气的小叶子，怎能不被人喜欢？实际上，金主爸爸并没有对姐弟俩偏心，甚至早就把梁小智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
当金主爸爸去成都探望花花叶子时，佩文则是去千里之外的成都，看望那一对永远不会喊爸爸妈妈的儿女，并且官方账号上不仅没有宣传自家产品，反而一天发花花一天发叶子，满满的都是对双胞胎姐弟的爱。当花花小叶子过3周岁生日时，金主爸爸不仅为姐弟俩举办了盛大的生日会，还特地准备了惟妙惟肖的熊猫蛋糕。虽然主角花花叶子不在现场，但相信他们能感受到金主爸爸对他们的爱。可见可爱乖巧的花花和活泼帅气的小叶子，永远值得所有人喜欢。